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无聊是一种濒死的体验，那不是肉体的终结，是生命意义在不断消散。时间一分一秒在你眼前划过，却没有任何重量。这种空洞感让人开始惶恐，因此我们从睁开眼的第一秒，直到合上眼的最后一刻，拼命刷手机、追剧，填满行程，仿佛只要不让自己停下来，就能逃离这份虚无。生活里最难熬的时刻，从来不是痛苦，而是无聊。无聊甚至被视为一种耻辱。痛苦至少还能感觉到心跳加速、情绪翻腾，无聊却像被厚重的浓雾包裹，时间在里面停滞，灵魂也失去了方向。童年的无聊是摇篮中我们最忠实的伙伴，那正是智慧萌芽的起点。长大后，我们却将这份宁静误认作浪费，匆忙填满每一刻，忘却了它所蕴含的无限创造力。无聊如同一面镜子，能映照出你最真实的自我。在无所寄托的片刻，你方能窥见内心赤裸的本貌。许多人畏惧直视这面镜子，宁愿以忙碌包裹自身，让生活表面充实，却掩饰了灵魂深处的饥渴。真正的灵性修行，不是从高山大海开始的，而是从一个无处可逃的午后，一个安静到令人发慌的寂静开始的。无聊是灵性世界的一泓静水，极少有人敢于正视无聊，因为它太过诚实。水面如镜，会映照出你长久压抑的恐惧与渴望。当你凝视那片静水，会发现水面上映出的是你被时间忽略的灵魂轮廓。唯有在湖面无风的时刻，灵魂的深度才肯现形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是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可能是另一个灵魂转身的起点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艾克哈特·托勒，当代著名灵性导师，因《当下的力量》一书而享誉全球。他以简洁而深刻的语言，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：人类最大的痛苦，源于对过去的执着与对未来的焦虑，而真正的解脱，只能在此刻发生。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，不仅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，也被视为最重要的灵性经典之一。这本书的核心，其实正好触及无聊的本质。当一切外在刺激退散时，人类会直面那无可回避的空。托勒指出，这份空的出现让人产生深层不安，但这不安并非敌人，而是一道门。他写道，当你完全进入当下，无论外在发生什么，你都能与它和平共处。这句话不只是对平静的赞颂，更是提醒我们，无聊其实是心智无法再从外界取得刺激时，潜藏于意识深处的入口。你会感到坐立不安，不是因为真正有问题发生，而是你已经习惯让心智主导一切。当心智无法再给出方向，无聊就现身了。它不像痛苦那般剧烈，却更难以逃避。托勒并没有教导我们逃离这份空，而是邀请我们安住其中。他在著作中提到，当下的空正是一时苏醒的契机，是从心智的奴役转向当下自在的通道。无聊之中没有情节，没有高潮，没有任何剧本。正因此，它迫使我们脱离故事的牵绊，只剩下正在发生的当下。当下不需要任何附加的故事或刺激，就能呈现出一种完整。这份完整并不是指外在的圆满，而是一种内在无需证明的平静感。它不依附于任何目标，也不等待任何成就。当下是我们早已习惯忽视这份本然的丰盈。当你觉得无聊，其实是心智无法再从既有的模式获取快感，而这正是回到当下，进入更深层存在状态的契机。那么，无聊究竟是空无的象征，还是意识即将苏醒的前兆呢？
为何这份如静水般无声的状态，竟比痛苦更令我们坐立难安呢？无聊，这个看似乏味的感受，为何会成为通往灵性的入口？如果你曾读过《当下的力量》，你会记得书中一再强调，当我们不再试图用念头解释一切，真正的存在才会浮现。而无聊，正是那个念头失效之后最先浮出的空白。这份空白不等同于枯竭，它更像是一块尚未被书写的纸。多数人习惯将这张空白纸撕毁、丢弃，再立刻去找下一页内容丰富的东西。但对灵性而言，这张纸的空白是最有价值的时刻。它标志着你的心智终于停下，而真正的你即将出现。无聊并不是刺激的终结，而是喧嚣过后的清场。在那片静默里，没有戏剧的转折，没有剧本的起伏，只有一种近乎赤裸的当下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感觉有事可做的事物，原来只是用来逃避自我的借口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要有效率、有产出、有规划，最好每一分钟都能兑现价值，最好每一天都有可衡量的成果。于是，我们学会了如何快跑，如何争取，如何填满时间，却从未真正学会如何停下来，安静地与自己相处。但童年的我们并非如此。我们曾经是能与云对话的小孩，是能在石头堆里看见王国的诗人。午后的阳光，无所事事的片刻，都是我们与世界交汇的舞台。我们在无聊中建构宇宙，在沉默中想象奇迹。那时的我们并不觉得无聊是羞耻，而是将它视为灵感诞生的摇篮。长大后，我们将这份天赋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，用行程、会议与绩效把自己塞进名为有用的牢笼里。一旦无聊来袭，便慌乱、内疚，甚至自责，却忘了我们其实从未失去与无聊共处的能力。真正的挑战不是在无聊中找到意义，而是在无聊里学会不寻找。因为当你不再寻找，生命的质地才会自己浮现。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，人类所有的不幸来自无法安静地待在一个房间里。这句话道破了人类最大的心理障碍，我们无法与空白共处。然而，真正深刻的转化往往来自那些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。无聊如何转化为灵性的入口？这并非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，而是一场慢慢展开的内在演化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辨识无聊的层次。表层无聊是等待电梯、通勤、排队时的烦躁与漫不经心，而深层无聊则是一种存在性的动摇。当生活失去指向，情绪空转，对世界的热情悄然退场，我们开始质疑，这一切有意义吗？艾克哈特·托勒指出，痛苦源自于对当下的抗拒，无聊的本质亦然。当我们对无聊产生排斥感，急于填补，这份抵抗本身反而强化了空虚。而当我们愿意停下来，让无聊如实的存在，不解释，不命名，不逃避，我们便开始进入另一层次的体验。想象你独自坐在公园长椅上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书，无事可做。一开始，心智会感到焦躁，于是开始回放过去的对话，预演未来的可能，制造噪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但若你选择不跟随这些念头，而是将注意力放回呼吸、风的触感、身体的温度，那些看似无聊的瞬间会渐渐转化为一种沉静的清明。在这里，无聊不再是敌人，而是一条看不见的缝隙，穿越日常的噪音，引你滑入内在那片无声的深海。这正是东方智慧所指的无念状态。禅宗大师铃木俊龙曾说，坐禅时那令人难熬的无聊，是修行的起点。它逼你与自己赤裸相见，
逼你放下控制与期待，让意识回归空性。我们甚至可以将无聊视为灵性零点，一个让头脑停机、让直觉苏醒的开端。在这个零点，你会发现，我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思绪，而是那个始终静观的、无需语言的存在本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转化的练习。长途驾驶时，关掉音乐，不滑手机，只是专注于路面与节奏。在午休时不刷影片，只是坐着，感受时间的流动。无聊感可能会先袭来，但只要你不跑开，它终将转化为一种透明的平静。自由不是逃离无聊，而是在无聊中仍然选择清醒的存在。当你不再将无聊视为诅咒，而是把它当作湖面一圈渐阔的静波，从日常中心悄悄涟漪开来，逐层渗入意识的深处，你会发现，自己触及到了与真实自我失联已久的感知。无聊的本质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，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情绪，而是一种可以进化的经验形态。大多数人经历的是它最初阶、最不安的样貌：烦躁、空虚、想要逃离。但当你没有立刻采取动作，而是选择静静地和它待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它会开始改变形状。从灵性的角度看，无聊的演化可以粗略分为3种形态。第一种，躁动型无聊，表层且急促，时间似乎放慢，心中烦乱，迫使你不断找事做，以转移注意力。第二种，转化型无聊，当你停止逃避，允许空白存在时出现，沉默成为清理的场域，深埋的情绪、想法与创意会慢慢浮现。而第三种正是安住型的无聊，它不再是要被跨越的通道，也不是问题等待被解决，而是一种可持续、可容纳、可静观的稳定内在气候。这种无聊没有方向感，也不需要产出，它只邀请你在这里就好。无聊的第三种形态不再是敌人，而是一种意识的稳定状态，一种深沉而空明的在场感。它像是一种内在的气候，没有风雨，也没有阳光，却让万物静静地长出来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层状态，可以将它视为前2种无聊的沉淀与升华。第一种躁动，让我们看见心智的不安；第二种转化，开始让我们与空白共处；而第三种安住，则是把躁动与转化都融化成一种静谧的存在。它不是对比，而是一种延续。这样一来，层次之间的递进也更清晰。当我们不再急于驱赶无聊，而是静静关照，它会化为一口深井，映照出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匮乏。这不只是心理层面的反思，而是一种能量的重新聚焦。你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内在深处缓缓浮起，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结论，只需要你留在那里，任由它显现。无聊的第三形态其实是一种极简但深刻的存在质地，无所求，不比较，不想逃，不急着懂。你不是做某件事的人，也不是感受某种情绪的人，而是一个宁静的、敞开的空间。这正是灵性修行最纯粹也最难的阶段，是你终于愿意被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拥抱。这一刻，你便开始感受到当下的力量。真正的修行，不在山林，不在道场，而往往在最平凡的时刻。当你对时间失去耐心，对生活失去兴趣，对一切失去参与感的那一刻，那不是终点，而是入口。无聊是一张邀请函，邀请你回到自己，走入当下，学习如何在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中发现灵魂的声音。不是要你摆脱无聊，而是要你用最温柔的方式陪伴它，与它共舞。因为无聊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正在接近一个转化的临界点。以下是5个练习，它们不是任务，而是邀请；不是技巧，
而是让你安静下来的节奏感。练习1：时间停止的3分钟。当你感到无聊，请不要马上转移注意力，请找一个角落，坐下来，设定3分钟，不做任何事，只是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光影如何移动，空气如何流动，声音如何来，又如何去。在这3分钟里，练习只是存在。你会发现，你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能被存在本身滋养。练习2：无意义行动练习。找一件你认为毫无意义的事情，擦拭桌角、折叠旧衣、擦窗户。但这次不要快速完成它，而是慢慢做，用一种近乎仪式的态度，像在扶陈一尊佛像那样去完成它。观察你内心对无意义的反应，然后让这份反应慢慢沉淀。你会惊讶，意义并不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你当下的体验。练习3：感官扫描练习。闭上眼睛，将注意力从头到脚慢慢扫过，感觉眼皮的重量、喉咙的干燥、心脏的跳动、手掌的温度、脚底的触感。不要急着判断或分析，只是感觉，并承认此刻的我是如此。在无聊之中，身体是一座沉默的宫殿，等待你回来叩门。练习4：与想逃走的自己对话。在感到最无聊的时候，写下一句话：我现在好想逃，然后接着写下为什么。如果答案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或是我觉得应该去做点更有用的事，请继续追问我为什么这么想。你会发现，那个焦躁、想逃的自己，只是内在过度被期待的小孩，期待被允许、被看见、被安抚。练习5：在呼吸里找回温度。在日常最易感到无聊的时刻，通勤的拥挤、等待的漫长，或刷牙的机械重复，放下手机，关闭外界的喧嚣，将注意力轻轻转向你的呼吸。吸气时，缓慢而温柔地对自己说：我在这里，感受空气如何充满胸腔，带来一丝清凉的生命力。呼气时，默念：我允许此刻发生，让紧张与不耐随气息散去，无需抗拒当下的单调或空虚。重复数次，细细体会每一次呼吸的节奏，像潮汐般稳定而深邃。那些看似难熬的瞬间，将悄然转化，引领你回到存在的核心。每一次无聊，都是一次机会，一次看见没有任何事发生时，其实有很多事正在发生的机会。让无聊成为你的练习场，你会在最静默之处看见最深刻的真相。我们总以为生命中的空白是需要被填满的，于是我们像溺水的人，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。也许此刻你开始明白，无聊不是生命的敌人，是最忠诚的向导。它不声不响，只是默默地等着你安静下来，然后带你回家。我们的一生在不停地追逐、填补，把自己的时间、精力，甚至灵魂分割成无数个碎片，投喂给这个永不满足的世界。我们以为只要填得够满，就能感到安全，但我们却在杂音中渐渐遗忘了自己的模样。所以，当下一次无聊来敲门时，先别急着逃跑，起身为自己泡一杯茶，望向窗外，像孩子一样猜天上云朵的形状，让那份宁静在你心里迸发出喜悦。在这样的片刻，你会领悟，这就是无聊带来的恩典。你不需要在无聊中学会什么，你要做的是忘记过度对自己的期待，忘记别人定义的成功。它能把你从无谓的焦虑中抽离出来，与那份不愿独处的恐惧拥抱和解。丰盛从来不是得到更多，而是你终于有勇气能够面对空。空到能听见血液的潮汐，空到能够在房间里安静地独处。当你空到可以感受当下的力量，你会惊觉，所谓空，并非匮乏，而是万物归源之处。真正属于你的，都从这里诞生。
当下给予你的力量，会让你开始觉知，你并非一无所有，你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。